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来聊聊手相中的一种特殊纹路——双龙纹。这种纹路象征着富贵和福气，在手相学中，宇宙纹本身就已经颇具意义。而当宇宙纹呈现出两条时，它被称为双龙纹。像这位女士，她的手上就有两条宇宙纹，代表着她拥有双龙纹。拥有双龙纹的人，事业往往会有所成就，同时他们的偏财运也非常不错。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拥有双龙纹的人都象征着富贵。换句话说，双龙纹不仅是一种手相标志，更是一种财富和成功的象征，预示着拥有者在未来的人生中将会迎来更多的机会和好运。当然，手相中除了双龙纹这种预示财运的纹路，还有许多其他代表财富和成功的手纹。让我们继续探索这些有趣的手相特征吧。1. 掌纹深刻且清晰。手相的纹路通常能表现出一个人的天资、性格、事业、财运走势和个人命运发展。手掌纹路多，代表的符号和信息也多，掌纹杂多混乱，寓意此人一生运势多变动奔波。掌纹清晰的人大多精明，做事情有章法，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规划。如果掌纹纹路深刻且清晰，富贵手相通常有比较理想的财运，事业发展得很顺利，能取得很不错的成就。2. 手财纹深长。在手掌感情线的上端有一条平行于感情线的纹，就是手财纹。此纹最易判断人一生的财富多少，能否发财或守财。手财纹长代表入财多，守的财也多；手财纹短则代表入财少或不易守财。手财纹深长的人通常是有很好的理财能力，会挣钱也会守财，知道如何管理钱财，也是富贵的手相之一。3. 手如干将，家道必昌。手如干将主要是说手的握力，因为干将的阳气最重，而握力靠的是肝的阳气。如果肝功能旺盛，那么这样的人一般具有强盛的生命力。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做事能力强，具有勇气、谋略，敢闯敢拼，富有冒险精神，敢为天下先，有不畏艰难的韧性。这样的人一定能事业成功，取得非凡成就。4. 手掌肉厚柔软有弹性，以掌面为中心，通过上面的纹路走向、分支符号和掌面上下左中右的部位，能看出一个人的天赋性格、后天成就、父母子女、婚姻情况以及个人的命运趋势。手掌红润表示此人血气足，元气充盈，身体康健。肉主阴主腹，手掌厚而富弹性，肤光滑柔软，代表此人性情宽厚慈善，福泽深厚，福禄天成。有此手相的人是天生的富贵命，一生财运顺利，免于奔波操劳，晚年安逸。5. 多财富纹。在大拇指第二节纹与掌纹交界所形成的交叉纹，或一些斜纹形成的三角纹、菱形纹、钻石纹或类钻石纹，均可统称为财富纹。财富纹以见方格纹或菱形纹为最佳，不论横纹或直纹。纹越多，表示钱财累积越多，代表此人一生命中有发大财的潜力，而且这种人都很懂得理财，能靠自己的勤奋积累丰厚的财富。6. 财运线深且清晰。财运线又名水星线，即小指根部的短竖线，是一条表示个人金钱运的重要线。财运线最好的是如针一般挺直，且没有其他障碍线。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上的财运线有几条，而且纹路非常深且清晰，这样的人大多可能会财运亨通，财运顺利，身边也会有多个贵人相助，容易会大富大贵。7. 掌心凹陷能聚财积福。如果把手掌比作的聚宝盆，那么掌心就是聚宝盆的盆底，掌心的深浅能看出此人一生的财富积累程度。掌心凹陷的人能聚财聚福，有这种手相的人也是天生的富贵命，是最容易发达的。年少家底丰厚，自己的理财能力也很强，年轻时有顺利稳定的事业，财运能积累下丰厚的财富。最富贵的手相特征，掌纹深刻且清晰的人大多精明，晚年幸福安逸。8. 多财帛纹。财帛纹也称为钱财纹，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方的短小斜线。财帛纹寓意着金钱财物，这些纹线能体现一个人的福禄财运运势。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代表着此人财运旺盛，富贵手相，能享富贵荣华。有这种手相的人，通过偏财获得丰厚的财富收入，生财有道。9. 五指长短有序，中指稍长。从手相学来看，五指代表一个人的父母、成就、配偶和子女。五指修长，长短有序，间隙合宜的人，
各方面各有所得，福泽绵长。由此首相的人天资聪颖，少时能得家人庇佑，衣食丰足，青年夫妻恩爱，子女缘深厚，一生运势平稳。其中中指稍长的人最富贵的首相特征，掌纹深刻且清晰的人大多精明，说明此人善于计算，做事情缜密有条理，能挣钱理财，往往追求财富和权力，对自己的要求严格，也很容易大富大贵。食指有三约纹，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有3条指节纹的话，叫做三约纹。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财，财富往往都是由姻缘带来的。如果是女性的话，有很大的机会嫁入富贵人家，受夫家福荫，物质生活会有很好的享受。富贵首相风水研究，衣食丰足。男性的话也能娶得有钱娇妻，总而言之是大富大贵的首相之一。11. 太阳丘丰满高隆，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才能与声名等。如果手掌中太阳丘丰满高隆，颜色明润，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经商、理财能力，在青年时期就能获得自己的事业成功。另外，有这种首相的人，大多性情温厚、正派乐观，个性明朗，有较高的素养，通常有很好的人缘，晚年能赢得比较高的社会声望和地位，衣食丰足，家庭幸福美满，属于大富大贵的首相。12. 木星丘饱满，木星丘位于食指下方，代表人的意志、欲望、地位和权力等，主要反映一个人的信心与权力欲望和物质欲望，同时还反映一个人的进取精神与好胜心的强弱。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大多热衷名利，自负骄傲，充满雄心斗志，对权力和财富有强烈的欲望，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在财富地位上取得出色的成就，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若为女性，也会是女强人的性格。13. 财神线，财神线是手掌上最具代表性的财富线之一，它通常从手掌底部沿着食指方向延伸。有的人相信财神线的形状和长度可以预示个体的财富状况。一般来说，财神线越长、清晰，被解读为个体在财富方面的运势越好。14. 钱袋纹，钱袋纹形成一种带状图案，被解释为财富积累的象征。传统相学认为，手掌上出现这种带状纹路，预示着个体在一定时期内将会积累较多的财富，这被视为财富的秘密仓库。15. 富贵三维纹，富贵三维纹被认为是手纹中的吉祥之兆，它指的是手掌上同时出现3个维度的线条，被解释为富贵荣华的象征，代表个体在事业和财富方面将会取得巨大成功。16. 财富交叉点，财富交叉点指的是手掌上多条线相交的地方，被认为是财富聚集的地方。相学家相信，这些相交的点的位置和数量能够预示个体财富的稳定性和丰富度，这被视为财运的交汇之地。17. 金星丘，金星丘是相学中被认为与个人财运有关的区域，位于手掌底部附近。传统上，人们相信金星丘的状态与美满家庭、事业成功以及财富累积有关，这被视为个体财富命盘上的重要地标。18. 财星线，财星线是一条与太阳线平行的线，被解释为财富进入的通道，这被认为是一种财富之路的象征，代表着个体会得到财富的源泉，这是财运注入手掌的渠道。19. 财富岛，财富岛是财神线上出现的中断或断裂，有的人认为是财富波动的标志。传统相学认为，这种岛的出现可能表示在某个时期内，个体可能会经历财务上的不稳定，这被视为财富命运的波谷。20. 财富差，财富差通常指的是在掌纹中出现的分叉现象，一些相学家认为，这种差的形成可能与个体未来财富状况的分叉有关，但这并没有科学依据，这被解读为财富命运的分叉路口。21. 财富星，有的相学家关注手掌上出现的星形图案，将其解读为财富星，这被认为是一个吉祥的标志，代表个体在财富方面将会有所收获，这是财富的象征之星。22. 贵人纹，在手掌上出现的贵人纹可能被解释为与财富有关的线条，一些相学家认为这可能表示个体将会得到他人的支持和帮助，有助于财富的积累，这是财富之路上的助力者。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之前的节目中很多朋友提问，看手相是看左手还是右手呢？我们常常听到男左女右，
很多不明白的朋友也会根据这个男左女右来分析自己的手相，但其实并不是这样。而且看手相具体看哪些内容，很多朋友也不是很清楚。今天我们就具体来说一说男人手相要怎么看。男人看手相要看哪只手？男人看手相应该都要看，左手为主，右手为辅。在手相里面的左右手代表着左手先天，右手后天，表示左手是生来就并没有受到改变的，而右手表示受到后天而改变的命数。这个道理正好体现了命由天定，运由己生这句话，所以对未来影响较大的还是后天的变数。所以看手相应该着重看右手，因为右手的影响比重较多，左手影响力较小。右手在判断上占有较大的影响力，左手在吉凶判断上相对小些。因此判断手相时主要用右手来判断，然后再依据左手起辅助作用。大部分人的手相基本上是左右对称的，所以在判断上不大。但是就如上面所说明的，右手是判断吉凶的主角，左手是用来在吉凶上面加减分用的。因为世界上很难有完全一模一样的左右手，有点差距也是正常的事儿。不过在判断上一定要知道右手为主，左手为辅的关键，这样才能够正确判断手相命理的吉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看相必须遵循的左右原则。第一，在看人生时，男人在30岁以前以左手为主，30岁以后以右手为主，因为左手为先天，右手为后天。女人在30岁以前以右手为主，同样在30岁以后以左手为主。但是在结婚后，如看左手可反映出丈夫的运气。第三，在看六亲方面依然要注重男左女右。对于女性来说，可以通过看男性的手相分析其性格特点。如果一个男人的感情线延伸到了食指和大拇指之间，则说明这个人比较大男子主义，凡事喜欢优先考虑自己，对他人的意见很难采取听从态度，从而自己妻子或者女友比较有占有欲。所以如果你是小鸟依人的性格还好，但是如果你是比较有主张的女生，那么这类男子可能不是你的佳偶。有些男人的感情线延伸至食指下方，这类男子常常也是心思细腻，情感世界丰富，属于文人墨客的类型，在异性方面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只有他们在做你的暖男的同时，还免不了暖到一些莺莺燕燕，一般的女生可能无法 hold 住这样的男生类型。如果这个男人感情线延伸在食指和中指之间，那么他的感情观比较纯真美好，类似于网络上说的小奶狗。当今社会对爱情有着纯真信念的男性已经不多了，他们虽然可能在爱情面前表现得比较幼稚，但是他们的纯情能够唤起每个女孩内心的公主梦。如果男人的感情线直直地延伸到中指下方，则说明他对待感情没有长性，有的时候甚至自己也不知道想要怎样的感情。即使在婚后，他们也不容易被婚姻关系所束缚，可以说是在婚前给人浪漫，婚后想要自由的类型。有的男人智慧线跟生命线起于同一处，线条非常直，几乎把手臂劈成两半。这样的男人往往意志坚定，强势执着，是开拓事业的一把好手。只是可能性格过于刚正不阿，人际关系上容易出现问题，是比较孤僻、孤来孤往的类型。有些男人的智慧线末端有条条分叉的线，这说明他的才艺相当多样化，做什么事情都能很快上手。当别人只能专一于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却能够同时做多件事。所以这样的男人其女人缘也是比较可观的。有些男人智慧线的起点比较低，甚至比生命线还要靠下方，而这就是缺乏上进心的表现，凡事心态比较低沉消极。如果起点处还有多条分叉，就更是如此，相信不会有女生喜欢这种类型的男人。除了以上讲到的男性感情线的状况，还有两种比较特殊的手相断掌和川字纹。有这两种手相的男人命运如何呢？一起来看。断掌的男人命好不好？断掌对命运运势有什么影响？断掌的人在生活中极为少见，因为这种人天生就是非富即贵的命，
他们的运气是常人的10倍甚至20倍，再加上他们超出常人的后天努力，就很容易成就一番自己的事业。他们在生活中很吝啬，做事会精打细算，不会花的钱基本不会浪费。但是他们对待朋友却是很豪爽，该花的钱绝对不会省。他们的人脉也因此尤为广泛。在事业方面，他们做事事业心和责任心极强，也是非常固执，而且主观性和自我性很强，做事有着自己的一套风格，很少听取别人的意见。即使这样，因为他们的小心翼翼，也很少会出现差错。因为有较好的人脉，所以在事业方面也会比较顺利，在困难的时候会得到他人的帮助。他们也时常会把握好机会，该出手时就出手，获取一些项目以及收益，从而发展壮大自己的公司。但是有时候因为过去谨慎而丢失一些发展的机会，给别人打工的他们会和上司搞好关系，在关键时候展现业绩，从而升官加薪。在爱情方面，他们也会比较容易追到自己心仪对象。当然他们对待爱情也是比较专一，一旦认定是自己喜欢的人，就不会轻易的放手，直到对方投入自己的怀抱。他们的付出也会特别多，会很愿意对喜欢的异性付出。对于已婚人士，在爱情中也是主动的那一方。他们对于爱情有着自己的想法，会用不同的方式来让爱人开心。他们的工作有时候可能会非常忙碌，但是他们会抽出时间去照顾家里面，不会因为工作的原因就对家里放任不管。他们的小生活也不会缺乏浪漫的瞬间，因为他们的细心与体贴会让对方觉得很有幸福感，他们的婚姻也会美满长久。在健康方面可能就不会那么幸运了，健康之神可能会剥夺他们极小部分的健康的权利，而换取其他方面的运气。这种手相的男人在生活中一些小的磕磕绊绊是难以避免的，会受一点小伤。注意保养的人可能不会有大的疾病找上门来，但是平时生活中不注意养生的人可就没那么幸运了，大病大伤随时都可能附在你身上。所以在生活中要多注意养生之道，偶尔的山珍海味可以，但是也要注意合理的搭配，从而换取一个健康的身体。男人手掌川字纹好吗？最近很多人问男人川字纹手掌相好不好，会对一个人的命运有哪些影响？其实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只要手上有川字掌纹的，一般都是比较精明，喜欢不被拘束，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且胆子都特别大，所以有的时候做事情会比较马虎，做事情会比较鲁莽，容易和身边人发生口角。所以有川字掌的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要多多注意。不过今天我们具体和大家讲解的是关于男人川字纹的好坏。事业运，川字掌的男人大多数在事业上面会比较成功，因为他们大都比较精明能干，而且肯吃苦。不过他们不太爱表达，喜欢自己承受着来自生活和事业方面的压力，有时候与他人交流的时候会比较有大大咧咧，不会太注意语言交流，从而特别容易和身边人发生口角。越是身边的亲人，越是很容易受到你语言上面的伤害，所以要多多注意。如果能够注意这方面，以后你的事业运会越来越顺利的。亲情运，上面我们说了，有川字纹的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特别精明能干，有时候在与人交流上面不会太认真，比较鲁莽，从而会比较容易与人发生不必要的口角，特别容易语言攻击身边的亲人和爱人。所以有川字纹的人大都是六亲缘分比较薄，生活上面与父亲兄弟走动比较少，和自己的另一半很容易因为口角去冷战，从而影响婚姻质量。感情运，川字纹手相的男人大都喜欢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生活，而且胆子都很大，喜欢尝试不同的新鲜事情。这样的男人大都是给不了自己的另一半安全感的，而且有时候主观能动性强，性格特别独立，不但自己独立，有时候他们还会要求自己的另一半也要独立。有时候由于性格的原因，他们也会比较任性，不肯低头。种种缘由使然他们的感情生活相对不会太顺利。建议川字纹的男人看到以后可以
稍微改变一下自己，这样才能够拥有美好幸福的感情生活。说完了川字纹的男人手相的一些相学知识，大家可以看看身边的亲人朋友是否有这种手相的人，他们有时候也要学着适当的去包容他们。他们也是大多因为性格使然，虽然有时候会感情上面比较强烈，不过他们的心底还是……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大佬想要分享的是注定是厚积薄发的手相，先苦后甜，后运福气十足。一、天文明显冲克财宫，主初期财运不稳定，也就是初期的工作事业不够稳定，27、8前多波折阻碍。主纹路身长清晰有力，能力强，素质高，力做事业，30左右的运，得运了事业还是不错的。掌心凹去财说明后期家庭财运旺，地纹尾部分差，后期的家庭负担大。情线无伤，易得真缘。二、手相中要求饱满丰隆，女人的手相轮廓配合很重要，事业线清晰，青云直上，代表一生事业没有大的阻碍，能够步步高升。手相中如带有元宝纹，那一生的财富会更加大，结婚后能够旺起家运。三、女人手相要求巽宫饱满红润高凸，则福禄永久。所谓的巽宫，就是在5根手指底部位置有肉隆起，形成凸状。这种手相的女人10之8九都是福气颇多，一生容易得贵人相帮，结婚后更加会有旺夫运。自身八字财运未到时比较差，等好运来时会一飞冲天的好手相。四、标准的土星长，土人厚重有成，踏实稳重不鲁莽，但是土人厚重由于灵活性不够，悟性稍弱，也比较固执倔强，凡事出成就慢。川文例外出闯荡发展，出去闯闯磨砺自己，更离事业有成，避西方北方发展。人文那里有类似岛纹的纹路，说明出运不利，初期的学业事业都有影响，27、8前发展的不够理想。川文不利情缘。五、女人手相右手出现夫字眼，也是福气多的象征，结婚后可相夫教子。感情线与智慧线相交出现十字纹路，代表一生运气不差，可以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获取财运，但比较操心，很多事情会亲力亲为。六、事业线开始处不明显，早年运气比较多起伏，30岁之前钱财难聚，行至明堂处就清晰起来，也说明35岁开始事业，财运会非常稳定。七、感情线比较深不乱，说明你是个感情专一认真的人，冲天柱能跟智慧和感情交叉，说明有骨气有上进心。生命线比较深，说明身体方面还不错，由于智慧线跟生命线刚开始有交点，就是说你童年运气不那么好，中年开始交好运。由于感线深又没那么长，容易感情用事。从手相分析是先苦后甜，晚年发财的命。第二，案例分享，非常富贵美女面相，中年必发大财，天生入豪门做阔太太的命。第一个，男主子女宫和夫妻宫黑气很重，即使运动了也无法驱散，可见平时纵情纵欲，福报损耗严重，注意节制。眼神迷离无神，神散不聚，就算五官长得再好也无用处，终是破败之相。金元耗散过多，运势低迷难起势，眉骨突而压眼，思维格局难打开，容易沉迷情欲，无法自拔。多思虑少决断，没钱没散，财散贵人也难聚在身边，田宅宫凹陷，也是根基不稳，靠山不足。这样看来，眉眼间倒有些罗志祥的气质，黑眼圈很重，渣男属性。本来面相格局是不错，伏耳见耳垂，额头高广，聪明早运见好，无奈后天面相没养好，鼻高见孔，有公狗鼻的影子，好似重育，脸颊痘印很多，婚后有暴力倾向，也是内分泌失调的表征。不过人中见沟，子嗣丰，唇如反弓，有口福。下巴见兜，晚年一子女操劳忙碌。第二个，长后直短，偏土长，土人有点是勤劳稳重，传统顾家，缺点是做事放不开手脚，容易瞻前顾后。从这脑线和生命线粘贴长也看出偏保守谨慎。掌丘来看，食指巽宫财位有点拉胯，没有跟上整个手掌的厚重，反而是平薄见杂纹，财运一般，本职工作易动荡起伏。不过小指水星丘见钱财数纹，偏财倒是有些，但不长久。纹路看，主线横纹干扰多，人生运势阻碍多，时起时伏。生命线初期见锁链，早年家庭环境一般，难享祖荫庇护，个人依赖性也稍强。20岁左右的横纹代表学业受限。脑线脱离生命线后变得干净深刻，说明随着经验的积累，能力越来越强，人生目标也越来越清晰。
中年阶段的横纹跨过了生命线和脑线。人生早年基础没打牢，人生起点不高，容易走偏门，不长久，造成中年阻碍多，困难重重，这样财运难旺起来的原因。感情方面倒无大碍，感情线清晰少杂纹，是个传统顾家的人，这也符合土长人的特征。第三个，额如覆干，官禄宫饱满，额侧一马宫饱满，外出遇贵人，聪明贤淑，能得祖荫庇护，学运也不错，人生起点不低。眼稍凸，个性稍显急躁，心态也容易浮躁，加上眼睛大而露白，眼神漏，起运难藏，易露锋芒，犯小人，烂桃花易惊扰。好在眉长的父母，眉浓聚而不散，能遮挡一下眼神露出的能量，眉聚财不散，眉尾下垂，心善心慈，可积福报，晚年可享高寿。印堂开阔，不卑不亢，为人落落大方知进退，鼻骨起，鼻梁直高挺，鼻至心正，中年起势，财运旺，福运强，颧骨饱满宽阔，中年人脉积累，周围人助力多，鼻头大，财不小，中年有发大财的机会。人中阔而见沟，子嗣颇丰，旺夫兴家。唇如反弓，言语得当，晚年享富贵，下巴兜而见肉，子孙满堂，晚年能享子孙福。第四个，长面白净，纹路细绣，能享清闲。手型来看是典型的土长，土人稳重可靠，勤劳传统。掌丘来看，食指巽宫财位饱满，井字纹未成型，财运旺，但是财不稳，养一养，井字纹成型了，财运才能稳。三大主线来看，脑线最为清晰深刻，头脑聪明，心态稳定，有主见和定力。看一个的发展是否长久稳定，脑线非常重要。女主脑线就不错，心理素质很强，面对重大场面不怯场，能抓住机会，领悟能力强，学东西很快，举一反三，学也不错，人生起点不低。相对来说，生命线稍显浅淡，体质一般，建议增强平衡脑力和体力，人生路才能行得稳。生命线和脑线分离处模糊，初入社会的时候有些迷茫，体质欠佳，加上感情线下方见三角纹干扰，情路有些坎坷，24岁左右有过犯情伤的经历。从影响线刺破事业线也可看出，有一段投入很深感情，最终没能走在一起。脑线来看，心态没有受太大影响，整体还是偏理性的人。第五个，这位大哥眼睛都笑眯了。面相来看，双耳轮廓分明，耳垂厚重，早运不错，能得祖荫庇护，加上额头高广，聪明好学，学业不错。眉浅散，男父母，有些薄情寡义，真正的交心的朋友少，贵人缘一般。眼睛一大一小，看人有些带偏见，势利眼，趋炎附势之态，能讨领导开心。一旦自己做了领导，对下属是严苛薄情。印堂过于开阔之人，也是做事放得开手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典型的笑面虎，鱼尾纹也炸开，没钱之人的薄情就体现出来了，不太重视婚姻关系，喜欢声色犬马的生活，一旦得势更是三妻四妾。即使是个普通打工人，也是想尽办法做海王。不过事业财运方面倒是不错，鼻后重有肉，全饱满，中年财运旺，事业心强，权力欲望也足，在人情社会很能吃得开。破权制有些干扰职场，加上唇稍歪，职场一犯口舌是非，尤其和下属关系很差。第六个，中指是代表自己，相当于面相中的鼻，是君位，一旦出现歪斜，亦误入歧途走偏门，加上中指食指间漏大缝，更是破败之象。现代社会骗术很多，防不胜防，有些人内心定力不强，爱贪便宜，所谓免费的东西是最贵的。原主指缝这么大，易上当受骗而漏财，而且漏的不小，加上感情线尾端入指缝，因情而漏财的事情也会发生，注意防范。好在原主脑线和生命线粘贴长，本性偏保守谨慎，能守住些财，否则更是钱财耗尽，人生苦不堪言。30岁之后变得更加稳重谨慎。从纹路看，脑线明显强于生命线，是个爱动脑、非常聪明的人，一点就通，也有想象力和创造力，但是生命线偏弱，说明体质不强，不太爱锻炼和运动的人。建议增强体质，脑力和体力平衡，才能提升运势，事业也会更加稳定长久。感情线深刻有弧度，特别是尾端陡然上翘，弧度太过陡峭，喜欢刺激有活力亲密关系，不喜欢从朋友慢慢做起。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之前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关于有福气的女人面相，以及有旺夫相的女人面相特征，相信大家对面相有一定的了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手相，分享一下女人的手相该怎么看呢？
哪些手相特征代表富贵有福？手相是一门通过分析手部的特征来预测人的一生的事业、情感、婚姻、成就、财富等等的机遇变化。每个人的手相都透露出不同的命运信息，能够参悟其中所蕴含的信息，便能够更全面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甚至成就自己。手掌信息繁多，观察时一般是分为男左女右。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简单探讨一下女人的手相应该怎么看。第一，女人的手相怎么看？手相学中有口诀说，相手之法先看掌形，自观八卦，掌有厚薄，指有长短，纹有深浅，色有明质。看一个人的手相，要先看手相的整体掌形是厚实还是薄弱，然后看五指长短，手纹的变化和色泽如何。在手相学中，掌形、五指和色泽都可以一眼观之，就掌纹的信息比较复杂多变，一般最重要的也是观察掌纹的变化。那观看掌纹前就需要先了解一些基本的术语，大家可以对照自己或家人的手部特征查看。第一，女人手相八大丘图解。第一，金星丘，指大拇指根部隆起，环绕大拇指的部位代表健康与活力。第二，木星丘，指食指根部隆起的部位代表积极程度、活力、上进心等。第三，土星丘，指中指根部隆起的部位代表思考、意志、自信等。第四，太阳丘，指无名指根部隆起的部位代表财富、才能与名声等。第五，水星丘，指小指根部隆起的部位代表创意、智慧等。第六，月丘指手腕上金星丘对面隆起的部位代表思维、浪漫、神秘性质等。第七，第一火星丘，位于金星丘与木丘之间的部位代表勇气、积极等。第八，第二火星丘，位于水星丘与月丘之间的部位代表冷静、克制、自制力等。第二，女人手相五大纹线图解。第一，生命线，又叫做地纹，位于食指与大拇指之间，从食指下方出发，呈圆弧形抛物线延伸向手腕，环绕整个金星丘的一条线，用以预测一个人的健康与生命力的强弱。第二，智慧线，又叫做人纹，从大拇指和食指中间出发，往月丘延伸的线，伸向中指、无名指或小指下方，位于手掌中央，有时和感情线相交，从手掌的一端至另一端横越成一条线，便形成断掌之象，影响着一个人的个性、天赋和思维方式等。第三，感情线，又叫做天纹、爱情线，从小指的下方出现呈微弧形，朝食指的方向横向延伸，其末端通常停在食指下方的木星丘部或中指下方的土星丘，表现了感情强弱、复杂或单纯，也影响了一个人的感情态度和恋爱状态。第四，事业线，又叫做命运线，是一条从手腕附近出发上升，末端通常停在中指根部的线，影响的是一个人一生的事业财运与民生成就等。第五，婚姻线，又叫做爱情线、结合线，是一条出现在小指根部与感情线相邻的短线，影响的是一个人的婚姻运、恋爱与婚姻的幸福与否、顺利长久与否等。第二，女人手相三种主要纹路图解。第一，十字纹，在手掌上有两条短浅的线相交叉而成，其吉凶影响是所在位置而定。第二，倒纹，主要出现在手掌的五大残纹上，通常具有不好的意义，吉凶影响是所在位置而定。第三，星纹，在手掌上由三条或三条以上短线交叉而成，其吉凶意义也是视所在位置而定。第二，天生有好运势的女人手相。第一，手掌多财帛纹，财帛纹也称为钱财纹，指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方的短小斜线，财帛纹越多，
且长而且粗直，代表此人进财越多，财运旺盛，福禄双全。有这种手相女人，意味着她们一生能够享用的财源源源不断，就算自己出身平凡，家境普通，也能够过着富足安逸的生活，求财顺利，能嫁得家境富裕的好夫家。不仅夫妻感情亲密，还能够帮旺夫运，生财有道。有这样手相的女人，生活能过得舒心安稳。第二，手掌多守财纹。守财纹就是在手掌感情线的上端，平行于感情线的纹线。有这种守财纹的女人也是有福气的，虽然可能命中带来的福禄不多，但是能够依靠家人、丈夫或自身的努力守住财富，积累财富，有很好的理财能力，善于精打细算，知道如何管理钱财，而且并不会为了守财而只进不出，能够敏锐地抓住财富商机，也是能够过着富足的生活。第三，食指有三约纹。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食指有3条指节纹的话，就叫做三约纹。这种人一生不缺钱财，多进财机遇，能够有丰厚的财富。这种人命中是有福禄的，而且往往由婚姻带来。女性的话，出嫁后的生活状态会更好，婚姻幸福，有机会嫁入家境优越的富贵人家，优质生活富足，衣食无忧，生活美满安逸。第四，掌纹深刻清晰。手掌的纹线蕴含着运势变化的信息，掌纹杂多混乱，寓意此人运势多曲折，常有意外变动出现。掌纹深刻清晰与否，能够反映出此人的思维智慧和行为方式。掌纹深刻清晰的女人多智慧超群，心思敏捷，做事情有章法，有清晰的人生规划，并且有足够的意志力去执行。这样的女人性格也比较坚强，能够明白自己所求的是什么，对待感情清晰理性，能够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婚姻，具有事业心，有不服输的韧性，能成为事业性的女强人，在事业上能够取得很不错的成就，财运顺利，能够靠自己的努力获得安逸富足的生活。第五，手掌柔软圆厚。手掌以混实圆润，色泽健康红润为吉，肉主阴主腹，手掌厚而富弹性，皮肤光滑柔软，表示此人气血充足，元气充盈，说明此人身体健康，诸事无碍，运势顺利，能够健康长寿。高寿也是一种福气，这是用金钱也买不到的财富。有这样的手相女人，生来就是享有福禄的，命中财富深厚，福禄天成，是天生的富贵命，一生财运顺利，免于奔波操劳。就算生在平凡人家，也是家庭幸福，身心充盈，安逸无忧。第六，掌心厚实有凹陷。手掌就好比聚宝盆，掌心好比聚宝盆的盆底，掌心的薄厚深浅能够看出此人一生的财富多少。掌心厚实凹陷的人能够聚财守财，积累下丰厚的财富。有这种手相的女人也是天生的富贵命，有很强的理财守财能力，持家能做到井井有条，生财有道，能够帮助丈夫守好财富，自己也有能力出色的理财能力赚取财富，积累下丰厚的家底，老有所依，能够安享晚年。第七，太阳丘高拢。太阳丘代表着财富、才能与名声等，手掌中太阳丘隆起，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赚钱能力和理财能力。有此手相的女人性格坚毅，但不苟刻，为人厚道，婚姻成功，是持家理财的一把手，在外能有出色的理财能力，能够为自己在事业上大放异彩，赢得出色事业成就和社会名望。对内也能够持家有道，婚姻幸福美满，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第八，木星丘饱满圆润。木星丘能够反映一个人积极程度的和上进心。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大多对财富和权力具有强烈的欲望，热衷名利，意志坚定，能够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在财富和社会地位上取得耀眼的成就，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
若为女性，也会是事业性强的女强人。不过有这样手相的人啊，对待感情一般也会比较强势，所以在选择伴侣时，最好是选择性格互补类型的，或者是更具有忍耐和。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大佬主要给大家讲讲手相感情线出现3个标记，不利婚姻。1. 倒纹和分支同时出现在感情线上，不利婚姻。这位女士右手地纹与人纹在开端彻底分开，形成川字纹。川字长的人一般容易劳碌，里外忙个不停，婚姻方面不利早，否则难顺。感情线在小指部分开端先后出现明显的分支和倒纹，婚姻不顺，是非多。实际夫主24岁结婚，婚后几年情感一直不错，虽然男女双全，最近几年情感波动明显，吵闹不断。这种情况如不加以谦让，夫妻之间难免各奔东西。实际夫主34岁离婚。2.8 字符出现在感情线上，不利婚姻。这位男士感情线出现明显的分支和八字部，婚姻容易不顺，波动起伏，早婚是非多，属于晚婚之象。实际夫主25岁、28岁婚姻均未成功。综合其他纹理，如果婚姻获得成功，最好条件放宽一些最佳，不然难以顺遂。3. 智慧线与感情线相交，不利婚。这位女士右手感情线底端分支较多，并且分支线与智慧线相交，注定婚姻不顺，在情感上容易受到打击。实际夫主22岁结婚，25岁离婚，目前已经2婚，婚姻进入32岁后能够趋于稳定。第二，俗语手握金鱼骨，富贵不用愁。金鱼骨是什么？有道理吗？俗语有云，手握金鱼骨，富贵不用愁。封建背景下，金鱼骨为国人追求富贵重要手段，与其相关俗语传说故事更不计其数。百年间，金鱼骨亦成世人心中重中之重。作为整个世界中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足有几千年之久，而在中华文化存续期间，更是出现了许多具有特殊内涵的文化内容。凭借着对此类内容进行了解，世人将会对华夏文明的独特内涵有着更深层次的认识。千百年来，诸多带有中华特色的俗语流传于世，帮助人们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全面认识。曾经一句手握金鱼骨，富贵不用愁，更是成为人民竞相传颂的焦点。那么这句俗语中的金鱼骨究竟是实吗？这一俗语又是否有着一定的科学道理呢？众所周知，在许多传统俗语中，人们都会用一些较为具体的意象表达抽象含义，而手握金鱼骨，富贵不用愁这句话中的金鱼骨也不例外。其实这句俗语中所指的金鱼骨，并不是字面意思上的金鱼骨头，而是人们手掌心中的元宝纹路。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很多人都会对面相、手相学说较为看重，而所谓的元宝纹便是手相学说中的一种观点。通过观察手掌心的纹路，便可以发现每个人的掌纹走向都各不相同。若是在手掌心中，生命线与智慧线之间的纹路能够形成一个形似元宝的闭合区域，便意味着此人拥有元宝纹，也就是金鱼骨。古代手相学说中认为，凡是拥有金鱼骨之人，命格都要比普通人更好一些，这也意味着在他们的人生发展道路上并不会存在太多阻碍与挫折，凭借着顺遂人生的帮助，其美满生活亦能得到充分保障。此外，通过对手相学说中的金鱼骨进行更深层次的解读可知，对于那些拥有金鱼骨之人而言，金鱼骨位置的不同也会对人生未来走向有着完全不同的影响。若是金鱼骨所在的位置与手掌中的智慧线相对较近，便意味着此人拥有较为聪明的头脑，在经营生活的过程中，他们总是能够凭借着自己过人的才智，顺利解决生活中的诸多难题，进而过上富贵生活。若是金鱼骨所在的位置与手掌中的感情线相对较近，便意味着此人能够拥有较好的人际关系。通过外在优质人际关系的帮助，他们总是能够轻松化解生活中的诸多难题，更好地追求心中的理想与目标，并拥有安稳幸福的晚年生活。在日常生活过程中，这些拥有金鱼骨的人总是能够拥有普通人所没有的财运，凭借着这份财运的帮助，他们自然将会过上富贵不用愁的生活。正因如此，在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那些拥有金鱼骨之人亦将成为他人羡慕的对象。可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人们思想水平的不断提升，诸多封建思想已经遭到世人摒弃，而在新时代背景下，很多人都能认识到所谓的手相
学说并无科学依据作为支撑，所以这类带有封建迷信思想的俗语并不值得相信。与其相信金鱼骨为我们带来的好运，不如将更多精力用于拼搏与奋斗上。若是过于依赖所谓的首相学说而过着好吃懒做的生活，那么无论拥有何种带有富贵意义的首相，都很难真正过上富贵不用愁的生活。通过对手握金鱼骨富贵不用愁这一俗语背后的内容进行了解便会发现，其实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进程中流传下来了许多并无科学依据的俗语。第三，手掌纹路杂乱就一定命苦，教你一招化解。俗话说，掌中有日月，看掌纹可知天命。俗话又说，掌乱心乱，掌轻心轻。这就是说，手纹杂乱的人如同走在错综复杂的田间小路，或是密密交错的街道小巷，曲折蜿蜒。这种人心思也同掌纹一样，心思乱，心绪多，情绪敏感，常常有庸人自扰、患得患失的毛病。如果是女性，往往多愁善感；如果是男性，则有偏向女性的特质。但掌纹杂乱一定都是坏处吗？也不尽然，尤其对于女性来说，古代人认为女性掌纹细如乱丝，属于善良的好女人，情感细腻，多为家庭烦忧，而且这样的女性性格聪慧，但也因为想法太多，心思太细，容易导致财运受损。另外，手纹乱心思多，想象力也比常人丰富，如果面相配合得好，很适合做一些富有创意的工作。注意，有一些掌纹虽然看起来杂乱无章，但实际上对事业有加持作用。比如井字纹出现在食指下方出现井字图案，表示事业有成，头脑灵活，可以从事业中收获巨大的收益。那么手掌纹杂乱导致的性格方面的缺点要如何化解呢？首先，多多参与社交，不管任何形式的社交都尽量参与，有助于提升人际关系。多和乐观开朗的人相处，汲取他人的长处，时间久了，性格也会随之有正面的转变。还要多多培养兴趣。手掌纹乱的人一般心散，想法多，但不专一。如果能找到一项兴趣，有助于培养专一的能力。婚姻方面，最好晚婚，选择年长一些、处事成熟的另一半。第四，大拇指指纹断吉凶。一、无杂纹，大拇指第一节与第二节之间没有杂纹的人，终其一生事业尚难有大收获。二、领袖纹，大拇指第一指节上端有两条平行的斜纹，被称作领袖纹。有此纹路的人有雄心、有抱负、有耐性，懂权谋，知进退，是领袖型人才。三、权贵纹，大拇指指端有星纹、六纹、锦纹、金印纹滴，均称作权贵纹。有此纹路的人，富贵权势两者皆可得，是极好的纹路。四、文月纹，大拇指第一节与第二节之间有一条或二条横纹，被称作文约纹。有此纹路的人拥有过人的智慧与才华，可以凭自修而有学问，不想祖业而能自创产业，但相当劳碌，得来辛苦。五、龙眼纹，大拇指第一节与第二节之间有椭圆形的纹路，谓之龙眼纹。有此纹路的人先天智慧超人，可以在学术领域出人头地，也可以在从政之路上平步青云，如五官再配合得当，主大贵，关注透天机。六、偏财纹，大拇指第一节与第二节之间有网状纹或纹状错综复杂的纹路，称为偏财纹。有此纹路的人聪明灵敏，反应敏捷，容易经由投资或经商而获取财富。网状纹靠近第一指节会发达的早，靠近第二指节则会迟些。此外，大拇指第二指节下端外侧有一条或两条小横纹的，代表可以拥有非常美满的姻缘，配偶内外在美均佳，个性优良，工作能力强。七、看父母大拇指，父母大拇指的第一节代表父亲，第二节代表母亲。如果第一节比第二节长，说明家中父亲要强势，能力也强；如果第二节长。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学得好，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在当下的社会中，这个观点已经深入很多女人的心中，因此很多女人一心想嫁给有钱人，却不懂得靠自己努力去赢得更好的生活。其实只有自己经济独立了，才能真正活出精彩的生活。本期节目，大佬就通过手相学为大家介绍几种自带富贵命的手相特征。有这些手相特征的女人，靠自己就能大富大贵。左手断掌，
断掌纹就是感情线与智慧线合一，并且贯通手掌，横切手掌，也称作通贯手。断掌纹就是感情线与智慧线并为一条线。女人左手断掌，意味着掌财库丰厚，生来就有赚大钱的能力，认定的目标一定会排除万难，不会半途而废，因此多在事业上取得成就，一辈子荣华富贵可靠双手获得。如有事业线及太阳线，必在财富及权力上大获成功。左手断掌的女人对情看得很重，如果爱上一个人，她会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所爱的人快乐，让她爱的人感到无比的幸福。她可以一生一世都不会改变这份感情，虽然容易晚婚，但注定能和最适合自己的男人成家，既有财源又有情缘，一生幸福多金长寿。小指细长，水星丘凸起，水星丘就是小指下方手掌隆起的部位，水星丘凸起的话，一定是富贵之人，对于女人来说更添福气。水星丘凸起比较饱满的女人，一生财源滚滚，很适合经商。有这种手相的人善于交际，应变能力很强，若是从事商业方面的工作，肯定能够获利丰厚。而如果小指很细长，则代表6000元后，贵人运佳。小指比拇指长的女人后福无穷，一生好运连连，运势极佳。不仅如此，他们的财运横生，桃花运爆棚，可以受到异性的追捧。结婚以后，他们可以得到老公的宠爱，夫妻恩爱，衣食无忧，大吉大利，方方尖尖，内短外长。如果女人的手指甲方方尖尖的，而且手指就好像竹筒那样的形状化，说明了这样手相特点的女人会比较有钱的。在手相学中，一般男人的手指甲需要方正，最好就是像长方体、椭圆形那样，但是女人的指甲就应该尖尖的，而手指不起结最好。这样的手相的女人自然就会拥有很好的钱财运势。手掌四方，皮滑肉厚。女人如果摊开手掌，能够看到皮滑肉厚而且软绵绵的手相的特点的话，说明了这样的女人会比较有钱的。也就是说，女人的手掌就好像切开的豆腐那样，会有着方正的形状，而且掌心有肉，会在周边凸起，加上有着滑滑嫩嫩的皮肤的话，一般对于这样手相特点的女人都会属于有钱人，甚至一辈子都不会为了钱财的问题而感到忧心。手背高，凸肉多，手背长，后背圆，一世好风光。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手掌背不露青筋、血管和骨头，掌心掌背肉都多，摸起来温温暖扎实，这样的手相则是有福气的人。如果龙虎相配或龙长虎短，注定是一个富贵人。掌心凹陷，手伸开摊平，手心处明显凹陷的女人很容易富有，不仅很会赚钱，还有充盈的财库。手掌好比一个聚宝盆，掌心就是聚宝盆的盆底，掌心越是凹陷，所能聚集的财富也就越多。这种手相的女人只要稍微努力一下，就能富贵盈门。手指纤细，手指纤细的女孩子有艺术细胞，多才多艺，对文学或艺术感觉十分敏锐，而且在社交场合中善于营造愉悦的气氛，容易讨朋友的欢心，人缘好，有贵人提拔启发，能得到外力资助而成功。这些人从幼年时期运势就很强，不是功课名列前茅，就是才华心坚定，尊重友谊，婚姻幸福，有人疼爱，谓之福气之首相。只有小指是流纹，只有小指是流纹的女人性情温和，知书达理，聪明能干，能获得提拔以及得到朋友的帮助，因此在事业上
容易成功，会有大成就。命运线、太阳线、水星线起点相连。有一种人是特别财运亨通的，这一类人的命运线、太阳线和水星线这3条副线从底部起点处互相连接，然后往上分开伸展而出，其形状就好似一个压叉一样。这种手相如果生在女性手上，就算没有嫁给一个富有的丈夫，自己也会是一个很能干的人。至于财运方面更加不在话下，比起很多人的财运都有过之而无不及，绝对是个幸运儿。3宝纹，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有3条指节纹的话叫3约纹。有这种指纹的女人财运是非常不错的，衣食不愁，不缺钱，往往有较多的金财机遇，而且有可能会嫁给一个有钱的老公。总而言之，是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有以上手相特征的女人可谓财福两旺，一生都不用愁。但手相是不断变化的，没有这些掌纹也不要灰心。如果手上突然出现下面的这些纹路，也预示着你的财运即将旺起来。出现了星纹，太阳丘或木星丘这2个部位，任一个部位出现星纹的话，也是一种偏财运旺的表现，代表其人很有可能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从而赚来财富。所以出现了这个星纹，代表了你的财运会来临了。出现多条财运线，在手相中将手掌太阳丘或水星丘处出现的竖向纹路称之为财运线，其与个人的财运收获、运气、成功具有一定的关系。很多人在财运不佳时，这里的纹路会比较少，而到中年财运变好时，这里的纹路也是相应的增加，所以这里财运线变多了，财运就来了。出现了十字纹，在小指根部水星丘与无名指根部太阳丘之间的部位，如有出现十字纹，代表亦有意外之财到来。这种人会有意外之财的机会。通常如果你发现你这里的纹路出现了，那就代表了你的财运来到了，钱财变多了。出现了不动产纹，手中有不动产线的人可能会有很多房产，不管是赠送还是自己挣钱买，如果有很多条不动产线，这样的人可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财运会旺起来。出现贵人纹，手相中出现贵人纹的一生贵人运势相当旺，不管在家里还是出门在外，都容易得朋友、领导的帮助赏识。这种手相的人容易有贵人青睐，不管哪个行业会有靠山，自然财运也是没问题的，发财是个早晚的问题。出现了财富纹，大拇指第二指节上出现多条横纹与竖纹交叉形成的网格纹，称之为财富纹。一旦有这种纹路，各个方面都会表明这个人不是天生的富贵之命，就是后天经过一番努力会成为发家致富之人，一生命途相对比较顺利。这个纹也是变化的，好手相会有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来讲讲手相田字纹在手，一生不断钱财。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这位女士1987年生肖兔，四指聚拢，食指与中指缝漏明显，一般容易是非多，容易漏财，并且容易招小人，掌面掌骨突出，做事比较干脆利索。右手玉柱纹清晰明了，但是曲折，并且出现横切线，事业上容易好事多磨，早不聚财。看其事业运在32岁可以更进一层，中晚运会有明显起色，早运不利投资。生命线上出现明显的希望纹，事业目标明确，并且逢凶化吉之象。巽宫田字纹，一般衣食无亏，一生不断钱财，感情线深长，并且没有杂纹，婚姻相对稳定。结婚线2条长短不一，
并且有分叉现象，一般夫妻之间容易分歧，多加注意沟通交流。左手川字纹明显，玉柱纹断续明显，一般早运在事业上付出大，回报小，难以起色。田字纹位于巽宫掌丘最好，有这种手相的人往往是田字纹在手，车房不用愁，注定一生好运吉利又富贵。当然也要搭配好的手相，根地才能产阳尽染的。如果好的纹理再搭配巽宫田字纹，此生必定多车房，是大富大贵之人。田字纹出现掌心位置，经商能力很强，可以获得很多财富。手相中出现田字纹一般比较适宜从事诸如房产、土地、土产、矿业等行业，而因此而发财致富，田园广阔。古有田纹在手，田宅无边之说。田字纹一般在掌丘巽宫或者三大主线附近最好。田字纹出现掌心位置，经商能力很强，可以获得很多财富。第二，掌中三才纹，最怕一纹冲是何意？三才纹有哪些说法？掌纹是古代手相学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古人认为掌中的纹路是一个人的命运之道，从各种不同的掌纹中可以预测一个人的命运富贵。前程后世，宋代的麻衣相法全编论掌纹有云：手中有纹者，意象目之有理，目之纹美者，谓之寿财；手之有美纹者，乃贵之也。故手不可无纹，有纹者上相，无纹者下相。纹深而细者吉，纹粗而浅者贱。从这里可以看出，古人就是通过手掌纹路的分布走向来判断出人的命运格局。古代关于掌纹的相术记载，《玉冠赵神剧》记载的更为全面。这本书里面一共记载了72种不同的掌纹，称之为掌法贵贱72个。古人说的三才纹上的分明，一生时运可长荣，主命与财主有气，一纹冲破变无情，就出自于这本书。何为三才纹？三字经有言：三光者日月星，三才者天地人。在手相学中，三才纹及天纹、地纹、人纹，分别对应的是感情线、生命线、智慧线。古代相学家认为，三才纹是人的三大主纹，掌管手中三才。有此纹者，手指与手掌长度一般无二，掌心三条纹路既深又长，清晰可见，且没有任何杂纹，彼此之间也没有交叉，远看去就像是一个汉字的川。因此三才纹又有川字掌的说法。民间流传一句俗语，叫男人穿掌事业顺，女人穿掌财不多，都是极好的寓意。在神相全编中，对三才纹有更系统的解释。三才纹乃掌中三大纹，人人有之，乃在母胎受气形成，情长眼耳而成，十分辛苦。自上至下，第一纹居火，为天纹，主根基；第二纹居土，为地纹，主财路；第三纹居明堂，为人纹，主福德。天纹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感情线。古人认为，若是这条线红润深邃的话，则命格富贵，祖上基业稳固，事业上可得父辈之人的帮助，自身财运有加；反之，则父辈身体欠佳，财运一般。人纹就是一个人智慧、事业能力的体现。古人认为这个纹路是大多数人都有的纹路，且与天纹相连，代表人的正常思维能力。地纹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生命线。当古人看到地纹色泽红润、粗细均匀的时候，通常被视为母亲身体康健、自身福星高照的象征。所以在古人看来，这条线代表的就是母亲和自身的寿命以及自己的福运。古人认为三才纹缺一不可，主人之寿命与财气。所谓一纹冲破变无情，则是说凡有一条纹路断开，或者有杂纹冲破，这些都会带来不好的影响。不过无常经中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命由心造，福自我照。实际上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了掌纹确实能够反映人体的境况，但以此来预测人的一生却毫无科学根据，所以无需泥足深陷耽误前程。每个人的命运都是把握在自己的手里，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便能自然得到更多福报。第三，6种越老越有钱的手相，儿富女贵，老年必定发达。1. 生命线有分支向手腕延伸，生命线起于食指与拇指的中间部位，呈圆弧形抛物线延伸至手腕横纹，在生命线的末端开始分叉，并且分支向手腕延伸。有这种手相的人，则代表此人是属于越老越富贵的类型。这种人早年或许会吃一些苦，但在中年时财运会回升，富贵会出露头角，晚年财运大增，地位节节高升，家庭也呈现美满和睦之象。2. 手掌心有2条玉柱纹，玉柱纹是从手掌出发，若是有2条玉柱纹，则一条延伸到食指下面，
一条延伸到中指下面，这种手相是晚年得运的迹象。拥有这种手纹的人，在年轻时目标模糊，没有理想，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大多一事无成。随着年龄的增加，经历多了，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能为之奋斗。中年时会遇到大机遇，运势越来越旺，子女聪明孝顺，晚年福禄大增。3. 拇指、无名指上有痘。拇指、无名指有痘的人，在青少年时代比较艰辛，虽然足够聪颖敏捷，能力也很强，但是经常会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并且会为工作奔波受累，还经常为此与恋人发生争执和矛盾。这类人到中年，思想慢慢成熟，目标也会越来越清晰，会逐渐的将精力全部投放在工作当中，在事业上会取得一定的成就，获得地位和财运，晚年生活也是十分无忧自在。4. 小拇指上有直纹1或2条。小拇指上有1到2条笔直的纹路，到达第一个指节，这种纹理在相学中被称之为运约纹。有这种纹理的人，越老越贵气，早年吃的苦都是为后面的时来运转做铺垫，子女大有出息，不需要自己操心，晚年还能享子女的福气，子孙贤孝，富贵安康。5. 十字纹在手相当中，若是一个人的食指下方的位置处长有十字纹，则一般的情况下，这样的人个人的事业发展会比较顺利，无论是在哪个行业，都必定会成为佼佼者。而且通常的情况下，他们做事有原则，个人的学习能力比较强，处处都会拥有极高的发展，所以大多数的情况，这样的人不差钱，自己也不愁钱，日子只会越过越富有。6. 玉柱纹在相学当中，手心拥有2条事业线，就会被称之为玉柱纹，而条从手掌出发，延伸至食指下面，另一条从手掌出发，延伸至中指下面，是晚年得运的一种手相。而一般的情况下，拥有这样手纹的人，年纪轻轻的时候目标性不强，容易一事无成。随着阅历的增加，人生目标变得清晰，并能为之奋斗，中年会因为碰到机遇而成功。这种手相越是到晚年，好运越来越旺，子女聪明又孝顺，晚年福禄皆沾。总的来说，手相报父纹在传统的手相学中是一个备受关注的指标，但它并不能成为推测未来和实现成功的唯一依据。作为现代人，我们应该保持理性和科学的态度，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能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第4，手带财印，钱财无尽的发大财手相，看看你的手有没有。1. 双事业线的人，正财运和偏财运都可以。主营业务中断较多，说明个人的正常工作不稳定，波动较大，或工作变动转行较多。偏财的事业线是直线上升的接近地面的线，偏财财运往股票基金、证券、期货、保险或灰色收入。2. 串字掌2条智慧线，拥有2条智慧线的人，兴趣广泛，学习能力强，缺点是容易急躁和厌烦。事业线清晰，工作能力强，也有创业运。虽然我的大部分活动都是我不擅长或不感兴趣的工作，但我常常可以被放在更好的位置。3. 感情线比较清晰，但是有干扰线，感情比较早，但是感情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他在36岁左右特别容易出问题，家庭的另一半也可以。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玉柱纹一直是小酱汁和大家关注的焦点，但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玉柱纹的一种特殊形态——冲天纹。与玉柱纹一样，冲天纹不仅能够反映一个人的事业发展，还能揭示其感情生活。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你可能具备哪一种冲天纹吧。1. 标准冲天纹。标准冲天纹是手相学中的吉祥征兆，对于男性和女性而言，都代表着一种积极的发展趋势。对于男性来说，拥有标准冲天纹的人通常性格豪爽、精明干练，表现出坦诚直率的品质。他们不仅拥有扎实的理论知识，还具备卓越的实践能力，在某一行业中很可能取得卓越的成就。这样的手相预示着他们能够凭借自身努力和才华，从零开始创造事业上的成功，实现白手起家的奇迹。对于女性而言，标准冲天纹同样是一种吉祥之兆。这样的女性通常聪慧贤良，具备出色的家庭管理能力，擅长勤俭持家。她们不仅自身能力出众，还能够为丈夫和子女提供强大的支持。拥有这种手相的女性更容易在婚姻生活中取得幸福，因为她们不仅具备事业头脑，还懂得照顾家庭。
这一首相特征为他们带来了美满的婚姻，使其成为家庭中的支柱。总体而言，标准冲天纹是一种充满积极意义的首相特征。无论是对男性还是女性，这一纹路都象征着他们具备在事业和家庭中取得成功所需的品质。持有这一首相的人表现出强大的实际能力和理论知识，为未来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 双条冲天纹。手掌中出现2条起于前弓、斜上中指之下的冲天纹，被认为是一种非常吉祥的首相特征。拥有这样纹路的人多半出身于富得深厚的家庭，家中的长辈通常正直忠良，教养极好。这种首相反映了持有者品性善良、可靠，他们在社会中不仅有所作为，还能够坚守自己的原则，赢得他人的尊敬。除了家庭背景和个人品质，手中双条冲天纹的人，无论男女，还被认为具有出众的艺术才能。他们可能在艺术领域中取得卓越的成就，因其独特的天赋而备受瞩目。这种首相预示着他们能够吸引众多粉丝，或拥有贵人助力，成为社会上备受瞩目的公众人物。总体而言，掌中出现2条起于前弓的冲天纹，被视为一种幸运的首相，代表了福德深厚、品性良好的个体。这样的首相不仅在家庭生活中表现出可靠和忠良，同时也为持有者在社会和艺术领域取得成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3. 冲天纹斜上食指之下与天纹相合。手掌中出现冲天纹，起始于前弓，斜上食指之下，与天纹相合，再搭配6宿纹的人，被视为一种独特而吉祥的首相特征。这样的纹路暗示着个体可能面临着与原生家庭矛盾较多的情况，少年时期或许会有一些波折，但适宜离乡发展，而这一过程中，他们有望遇到贵人的提携，在事业上中年时期能够取得不错的成就，而晚年运势更是愈发繁荣。如果这种首相出现在女性手掌中，那么说明她富有社交才华，拥有强大的交际能力，广泛的人脉。在事业方面，她将会取得大量的回报，享受到丰硕的成果。这一首相为女性持有者带来了在社交和事业领域取得成功的有利条件。总体来说，冲天纹斜上食指之下与天纹相合的首相是一种充满机遇和吉祥兆头的标志。持有者或许会面临一些挑战，但通过离乡发展、贵人的助力，他们有望在事业和晚年取得显著的成功。这一首相象征着个体未来将在事业和社交方面取得的独特而引人瞩目的成就。4. 天喜纹。前弓处起冲天纹，斜上中指之下，从艮弓或地纹起纹斜上中指之下，两纹相合，叫做天喜纹。有天喜纹的人，不论男女，都具有忠义勇敢的个性，行事不拘一格，经常做些打破常规的事情，具有敏锐的头脑，能抓住时机机遇，成就他人想不到的事业。需要注意的是，凡手掌中主吉祥的纹路，一旦有杂纹冲破、断或者歪斜的现象，就说明吉祥被折损，好的说法就要打折扣来论断。然而，对于那些没有出现上述几种主吉祥纹路的人，也无需过于担忧，因为手相学中还存在着其他重要的黄金手相。这些手相特征可能包括国印纹、钱财纹、贵人纹等，它们同样具有重要的寓意，为个体的事业、财富和人际关系等方面带来积极的影响。我们一起来接着看看吧。1. 凤尾纹。在感情线上出现凤尾纹，被手相学视为一种祥运的象征，通常出现在感情线的末端。凤尾纹并非仅仅是线条的分叉，它要求感情线笔直无断裂，前段没有分叉，并在尾部呈现3条分支，方可被称之为凤尾纹。对于女性而言，拥有凤尾纹的手相被认为是一种天生的富贵命。这不仅象征着他们在感情生活中能够得到美满幸福的姻缘，更意味着他们将嫁给贵妇，享受到丰裕幸福的生活。婚后的生活将充满安逸和富足，尤其是在后半生，可以说是衣食无忧，一生都是富贵命的体现。凤尾纹的出现不仅仅是手相的一种吉祥象征，更是对女性命运的一种独特注解。这样的手相意味着她们拥有良好的人缘和桃花运，有着与优秀、富有的伴侣相伴的命运。婚姻将是美满和谐，感情生活将充满温馨与幸福。总体来说，凤尾纹的手相是手相学中的一种珍贵标志，预示着女性在感情和婚姻方面将走上幸福美满的道路。这是一种充满正能量和祝福的手相特征，为持有者带来了丰富而美好的人生。2. 理财纹。
理财纹是手相学中一种罕见而祥瑞的纹路，通常位于感情线上方。相传，拥有理财纹的人在理财方面具有出色的天赋和能力。这种纹路并不常见，因此持有者通常在财务领域或与金融相关的工作中表现出色。他们可能从事与财务规划、投资管理、企业理财等相关的职业，以赚取更多的财富。这些理财纹的持有者具备强大的理财能力，善于运用金钱滚动资产，实现财富的增值。他们可能通过巧妙的投资、理财计划以及用钱生钱的方式，有效地增加个人和他人的财富。一些人甚至可能在为老板或公司进行理财工作时取得成功，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样的人一般都能够在财务管理方面取得成功，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他人。由于他们擅长理财，往往能够避免财务方面的困扰，生活的相对轻松而不足。即使在协助他人进行理财时，也能够获得可观的报酬。总体而言，理财纹的出现为手相增添了一份独特的祥瑞，预示着持有者在财务方面将走上成功和富足的道路。这是一种财富和幸福的象征，使得拥有这样手相特征的人更容易实现富贵命，过上优渥的生活。这种手相预示着他们将成为财富的创造者，引领着自己和他人迈向繁荣与成功的未来。三豹纹。三豹纹是手相学中一种独特而祥瑞的纹路，表现为手掌上3条清晰的横纹，通常出现在感情线上方。这一特殊的手相象征着持有者在感情和智力方面具有卓越的天赋。拥有三豹纹的人通常异性缘极佳，智商出众。这种手相的出现预示着持有者在感情生活中将迎来幸福美满的姻缘。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他们所选择的伴侣很可能是经济独立、有着丰裕财富的人。因此，两位伴侣在一起经营家庭或事业时，往往会顺风顺水，事业有成，生活幸福美满。然而，三豹纹相对较为罕见，因此拥有这一特征的人相对较少。如果你身边有拥有三豹纹的异性朋友，那么可以珍惜这份特殊的缘分。这种手相预示着他们在感情和事业上都将取得成功，生活将充满幸福和富足。太阳丘或木星丘出现星纹。太阳丘和木星丘是手相中代表财富和权力的2个重要部位。当这2个部位的任意一个出现星纹时，通常被视为一种祥瑞的征兆，预示着持有者可能会迎来意想不到的机遇和幸运，从而带来财富的获取。这种星纹的出现可以对个人的事业和财富状况产生积极的影响。如果太阳丘处有星纹，并且与婚姻线相连接，这暗示着个人可能因为婚姻而获得财富的机会。婚姻关系可能成为财富的源泉，带来持久的经济稳定。而如果太阳丘处有星纹，并且与太阳线有连接，这表明个人可能因其创作或艺术才能而赢得名声并获得财富。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天赋和创造力可能成为财富积累的关键。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幸运星纹并非永恒存在，有时会出现后再消失。持有者是否能够充分利用这些机遇，取决于他们在事前的准备和对机遇的把握。因此，对于拥有这样手相的人来说，需要保持敏锐的观察力和行动力，善于抓住机会，才能实现财富的增长。这种手相象征着持有者在财富和事业上将迎来好运，需要以积极的心态迎接生活的挑战。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来讲讲手有金3旗、富贵无敌的发大财手相。掌中有3旗。所谓的3旗，就是指手掌上的巽离坤这3个部位隆起饱满，则代表的是聚财相。个人的手里抓财的本事强，有自己理想的处事方法，命中多显贵，无论是做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够顺顺利利，得到贵人的帮助与提拔。而且这样的人，尤其是在经商方面的成就会非常的高，个个都是福气相，一辈子都不会缺钱花。掌色红润，巽宫高凸，财运纹明显，明堂低洼，财运稳定，钱财不断。手掌指配合，龙虎相配，指爪有收表示做事有分寸，四指无漏表示处事紧密，一丝不苟，贤妻良母。食指与无名指几乎等长，小指袖长，一生事业有成，钱财不断。男士手相不错，会有大前途。首先，你的手掌厚实而有力，3线伸长，根基深厚，手上事业线分别与智慧线和感情线相交，形成明显清晰的 M 字纹，说明你有做大事业的运势和基础，越老越有本事，财运越大。事业线与生命线和智慧线构成3角纹，财运加强，富贵有望。女人的感情线上桥，也是婚姻很不错的情况。
这位女士生命力旺盛，运势根基极佳，婚后必然衣食无忧，夫妻感情深厚，并且孩子聪明听话，生活会很幸福。第二，注意手相中极少见的富贵纹，同时出现这3种注定一生富贵。看手时明，手上的珍稀花纹和39同时丰富，人生总是跌宕起伏，痛苦快乐，人生的运气有时难以捉摸，人的命运也很难把握。怎么知道有没有财富、婚姻状况或财富，这些也可以手工挑选。从你的手掌可以看出一个人是否属于上流社会。手掌上罕见的图案也很罕见，如果这3个特征同时出现，那就有9个财富，你有吗？在一个人的掌纹中，许多特征对每个人都是不同的。除了3条主线之外，细分还有很多其他的特点，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出现在你手掌上的线条可能会有重要的含义，它可能给你一些有用的信息，也可能增加你的财富，或者它可能是你身体的一个重要变化，导致你手掌的变化。透过这些线条可以看到1、2个在你的手掌中有一些能带来财富的手部特征。这3个是最好是合2为1。掌心的太阳线也是一条著名的成功线，代表地位、名望、成功和财富。只要太阳线的方向是在无名指的方向上，无论起点在哪里，都是本相的特征。这条线也很长，这些人也非常关心自己的地位和声誉，地位和金钱通常是有联系的，所以这样的人财富是相当不错的。现实生活的模式出现在掌心，不可移动的模式是一条连接太阳能线和商业线的水平线。有这种特点的人通常都有房地产。水平线出现在底部下方，说明时间会更早，这些一般都是祖先的庇护所，很有可能祖先留下的一些宝藏突然成了家。还有做生意的时间，前期很可能得到长辈家或贵族的帮助，事业也会顺利，财富自然是极好的。在你的掌心有一个方形庭院，这是一个规律的天空线和人的线，以及事业线和成功线模式。这样的人是感性和理性的，两者的状态都是完美的。像他们这样的人被公平公正地评价，像他们这样的人非常可靠，是个好搭档。然而，这种模式仍有一些缺陷。情绪线较低，接近智慧线，正方形会显得狭窄。心胸狭窄的人会有情绪上的压抑，气量变小，容易与伴侣吵架，失恋的机会会增加。第三，50岁之后发财的手相都有哪些特点？一、生命线有分支向手腕延伸，生命线起于食指与拇指的中间部位，呈圆弧形抛物线延伸至手腕横纹，在生命线的末端开始分叉，并且分支向手腕延伸。有这种手相的人，则代表此人是属于越老越富贵的类型。这种人早年或许会吃一些苦，但在中年时财运会回升，富贵会出露头角，晚年财运大增，地位节节高升，家庭也呈现美满和睦之象。二、手掌心有2条玉柱纹，玉柱纹路是从上到下贯穿整个手掌的纹路。一般人能够拥有1条玉柱纹路就相当不错，而能够同时拥有2条，即1条可以直通中指，1条直通食指，那么这样的人就会拥有晚年的福报，也就是说在50岁之后，他们的财运会越来越好。这部分人大器晚成主要是年轻的时候，他们往往生活没有目标，做事总是不知所云，有些任性随意，因此大都一事无成，或者表现得庸庸碌碌。但是到了50岁，作为财运的分界线，这部分人似乎在思维意识上被打通了任督二脉，财富思维忽然间被提升，可以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财运就会越来越多的向他们倾斜，最终晚年福禄大增，成为人上人。三、拇指、无名指上有痘。痘和簸箕是手指头的一种纹路表现，痘就是像年轮一样，可以呈现数圈闭合圆形的纹路。如果有一只手在拇指和无名指上都有痘的人，那么他们50岁之后可以获得财富的几率很大。而2只手都呈现这种手指头纹路，那么50岁之后功成名就的几率几乎是100%。这部分人他们的思维意识有一个慢慢提升的过程，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花期比较长。有些人年少得志就是早早的开花结果，让人看到他们的能力。而拇指和无名指有痘的人，则是需要时间慢慢的给他们增加阅历和经验，等待一定的时机，厚积薄发，最终在中年之后开始走向人生的巅峰。财富运势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水涨船高，属于能力和智慧都爆发较晚的一类人。四、小拇指上有指纹1或2条。中年财源滚滚的人手相上第一个特征，就是在小拇指上出现1条或2条指纹。小拇指有1到2条指纹到达第一指节的人，我们称之为运约纹。有这种手相的人，越老越贵气，
子女有成，不需要自己担心，晚年子贤孙贤，儿孙绕膝，富贵又安康。但是小拇指的直纹超过2条，也就是乡里中常说的侧纹，虽然这样的人聪明，事业上有成就，但一生比较劳碌，到了晚年也闲不下来，属于赚辛苦钱，有好也有坏，建议晚年要劳逸结合，多多保重身体。5. 事业线由浅变深，也就是在线纹的起始点表现的极为浅薄，但是随着线纹的延伸，深度也是不断增加。这样的一种事业线体现出了个人在工作方面能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获得更为出色的工作经验以及能力。这样的人在年轻时候容易因为性格和能力的不足而出现挫折，导致自己财运极为低迷。但随着年龄的增加，人脉关系以及个人的能力都会不断提升，从而让自己在事业上不断取得成功，获得出色的财运。5. 事业线的起始点和智慧线相连，这种手相的智慧线与事业线有着同一个起点，也体现出了其人在工作方面大器晚成的特点。一般来说，这一越老越有钱的手相，代表着个人在35岁之后才能够拥有稳定的事业运势，能够在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所以即便在年轻时候遭遇了一些困难，也不要气馁，只要保持成熟稳重的心态，就能够不断前行。6. 事业线和感情线相连并朝中指延伸，当事业线穿过感情线并且和感情线的起始点相连的话，说明其人的事业运势发展前景的好坏与个人的感情有着一定的关系，特别是事业线又朝着中指根部延伸，更是说明了他们在感情没有稳定下来之前是很难有着出色的工作成就。这样的一类人容易因为情感而出现变故，无法让自己获得稳定的工作生活。只有情感确定或者是顺利结婚之后，他们才能够在事业方面获得稳定的发展契机。一般来说，这一手相也体现出了其人容易遇到一位有着旺夫或者是旺妻运势的另一半。8. 拇指上存在斗纹，大拇指上有着漩涡一般的指纹，代表着他们少年时期运势出色，但如果其他手指上都是簸箕纹路的话，则说明他们最终能够成功是因为年龄的增加。9. 手中多钱财纹的人，其实手中多钱财纹的人手中的财富有很多，经过自己的努力真的能成为有钱人。其实这样的人赚钱渠道特别多，在各个方面都能让自己拥有很多钱财，日后的生活不需要为了金钱的事情感到烦恼，给家人带来很多财富，能成为家人的骄傲。遇到这样的人肯定要好好珍惜，因为他们不仅能给你带来很多财富，也能给你事业方面提供帮助，让你成为一个更有能力的人，在很多方面都愿意照顾你。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